勇者辛梅尔死后31年，北部高原的恩斯特地区，弗利莲等人再次踏上了新的旅途。久违的离开城塞都市，让休塔尔克忍不住抱怨天气越来越冷。但费伦却注意到前方出现村庄，这样应该暂时不用担心魔物袭击。弗利莲则补充道，恩斯特地区是属于相对和平的地区了，这里的道路整修得很好，附近也没有什么凶猛的魔物，因此才会成为连接北部高原与帝国的重要关口。他们如今只要翻过前方山头就能抵达帝国。休塔尔克闻言不禁好奇帝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。弗利莲则向他解释道，帝国是北方诸国中最大的国家，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，国境内也相对安全，接下来的旅途想必应该会轻松不少。休塔尔克听后也感叹，没想到他们居然真的要离开北部高原了，这段旅程实在太漫长了。费伦更是形容道，他们之前的旅途简直就像极了地狱。休塔尔克闻言也点头表示，他们甚至多次遭到龙群袭击，自己的头也被咬过不止一次了。但费伦却忍不住反问他，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而休塔尔克也只能苦笑，表示自己也不清楚。随后三人便抵达了村庄。休塔尔克此刻也是满心期待，因为终于能吃上一顿正常的饭菜了。但没想到这里依旧只有硬邦邦的面包，费伦也只能无奈地推测，虽然这里已经很接近帝国的领土了，但物资的流通似乎还没有恢复正常。然而老妇人却突然询问道，他们是否对自身实力有信心？弗利莲闻言顿时就感到很疑惑。对方见状这才解释道，村里的农作物经常被切碎，甚至时常传出家畜被杀的声音，因此他才希望弗利莲等人能协助处理。弗利莲立刻追问是否为魔族所为，但老妇人表示那是一种奇怪的魔物，拥有钢铁般坚硬的身体，村子里的人根本拿他没有办法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从不攻击人类，也没有造成伤亡，因此帝国的军队才不愿过来处理这个问题。弗利莲闻言也能理解，因为虽然这个地方相对的安全，但北部高原仍存在大量会威胁到帝国的魔物，因此为了从魔物的手中守护国境，帝国是不太可能轻易的调动兵力的。休塔尔克闻言则好奇是否能请骑士团协助。弗利莲听后当即给他科普，恩斯特地区受帝国的影响比较深，而骑士团则属于北方诸国的势力，若贸然介入的话，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问题。费伦则疑惑地询问道，这里不还是算在北部高原范围内吗？弗利莲则进一步说明，表示在文化交界的地带，支配权本就模糊，因此才会导致双方都难以国家名义行动。但说回来，如果是想要委托他们自己的话，自然还是看他们能提供什么报酬了。于是弗利莲当即询问他们是否有魔导书，老妇人随后就将他带往了仓库，让弗利莲自行挑选喜欢的魔导书。毕竟他们这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魔导书，但弗利莲很快发现一本魔导书，记载了让纸飞机飞得更远的魔法，随即满意地接下这个委托。而时间也来到了夜晚，弗利莲一行人在唯一尚未被破坏的农田附近埋伏观察。等待一段时间后，费伦率先察觉到魔力探知出现异常，立刻询问弗利莲的判断。而就当目标现身时，弗利莲也瞬间看出端倪，对方并不是魔物，而是统一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魔像。休塔尔克听后不禁惊讶，表示自己记得统一帝国是1000年以前的皇朝时代，如今竟然仍在运作。但弗利莲并不意外，因为那正是魔法全盛时期，由大魔法使弗兰梅所制作的造物。只是如果是军用魔像的话，就有些麻烦了。然而眼前的魔像却开始破坏农作物，这举动顿时就让费伦感到很困惑。但弗利莲却已经理解了原因，他漫步走向魔像的面前，休塔尔克吓得连忙阻止，让弗利莲赶紧回来。但魔像只是平静开口询问弗利莲今天想点什么。弗利莲绕到其后观察，果然发现用来装食材的竹篮已经损坏，因此才无法继续执行下一步。他随即告知众人这是烹饪用的魔像，虽然不知何原因再次启动了，但他仍在试图完成最后一道料理。他也回想起曾经与弗兰梅在一起的时光，那时的他在看到居然是烹饪的魔像时也是很意外，因为当时主流的依旧是战斗型魔像。但弗兰梅却认为若没有这类工具，当世界迎来和平后，人类的生活也会不方便。而当年的弗利莲并不相信和平会到来，但弗兰梅却坚信他终将见证那一天。如今的弗利莲终于理解了这份预想，他下令停止魔像运作，并且让老妇人通知帝国前来回收，只要妥善管理，这种魔像在和平时代依然有其价值。老妇人也按照约定交出魔导书，于是三人再次踏上旅途。之后他们来到维森山脉，在经过悬崖高处时，弗利莲注意到前方站着一名男子，对方自称是附近村落的草药学家，正在观察天空。这回答顿时就让弗利莲感到很疑惑，而对方则进一步询问他是否是能飞行的魔法使，并提出自己有一件事想要拜托弗利莲等人。三人随即跟随他回到村庄，男子拿出一颗树果让众人查看。费伦立刻发现这果实颜色虽然类似南方产物，但体积却太小，并且外皮也太过硬了。
芙莉莲也表示，除了颜色与寒冷地区的果子特征不符，其余并无什么异常。但药师却说明，这并非是这片地区的植物。他在这里当了30年的药师也从未见过，这是村民在森林中发现的，据说是从天上掉落下来。修塔尔克闻言则猜测是候鸟带来的，但药师却指出表面并没有任何的痕迹，并且从自己祖父那一代开始，这片地区就经常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。村民们也都很想弄清楚这一切的原因，自己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可以用于制药的蔬果或叶片，因此他才会希望芙莉莲等人可以协助。芙莉莲听后立刻询问报酬的内容，药师则表示可以提供魔法药的素材。芙莉莲闻言当即同意，并表示就从情报收集开始吧。三人随后在村中四处打听，尽可能的收集有关天空果实的线索。而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后，费伦也察觉到，自从他们抵达后，这里的天气就一直都是阴天。芙莉莲则解释，这是因为巨大山脉阻挡气流的流动，因此才会导致这片地区的天气十分的不稳定。随着高度上升，风势会更加强烈，若贸然飞行会非常危险。而修塔尔克这时却突然想到，刚刚有人提过晴天时能看到龙飞过天空，但随后他转念一想，就表示没事，毕竟在北部高原看到龙也并非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但芙莉莲却从中察觉异样，表示就先找个地方休息，耐心等待晴天的到来就可以了，或许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而过了好几天之后，他们也终于迎来了放晴的好天气。修塔尔克率先发现天上的龙影，但费伦却不可置信地叫到芙莉莲。芙莉莲平静地回应自己已经察觉了，这条龙身处在了魔力探知的范围之外，可见它飞的高度相当的高，加上庞大的残影，也能代表其体型一定很惊人。于是三人立刻飞上高空一探究竟。而就当他们接近后，才发现这并非普通的龙。芙莉莲也确定了，它正是传闻中的天脉龙。天脉龙是传闻寿命接近于永恒的巨龙，极少降至飞行魔法所能抵达的高度，可见他们今天的运气还真的很不错。并且天脉龙的性格温和，不喜争斗，在龙族之中是很少见的。他们的一生几乎都在天空中度过，只有临终时才会降落地面。而更令人震撼的是，其背部覆盖住与地面完全不同的植物类种，并且由于和外界隔绝了几万年，这些植物早已经构建出了自己特殊的生态系统，对草药学家而言几乎是梦寐以求的宝地。而在介绍完天脉龙之后，芙莉莲也随即让众人开始采集种子与果实。芙莉莲看住这片空中森林，她也不禁回想起过往。勇者辛梅尔曾望着天脉龙感叹道，听说天脉龙的背部有一座岛那么大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自己还真想亲自踏上那片如岛屿般的背部。但芙莉莲却开口否定这种想法，表示这不过就是传说而已，并且只要人类无法飞行，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能确认的方法。但辛梅尔听后却只是轻声回应，表示如果是芙莉莲的话，说不定真有一天能抵达天脉龙的背上。而此刻这一切终于实现，三人满载而归，迅速离开天脉龙背部，将果实带回交给药师。对方在得知真相后也是诚恳地表达了感谢，并承诺会研究这些植物的药效，用来帮助更多人。委托也就此完成。芙莉莲一行人随后再次踏上新的旅途。